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共修读书。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多一句造成误解，少一句造成遗憾啊。相信大家在人群中与人互动啊，都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啊。有时候呢，因为我们少讲了一句话，而造成别人的一知半解啊，甚至呢造成误解。那有时候呢，也会因为多讲了一句话呢，而造成画蛇添足啊，造成言多必失的遗憾呐。有时候呢，则是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轻轻讲嘛，怕对方听不懂；直接讲嘛，又怕对方听得不舒服。那不说嘛，又不行啊，于是陷入两难啊。不知各位有否碰到这样的困扰了哈？那多讲一句会造成误解呢？那是因为那句话本来就不必讲啊，而你把它讲出来，结果造成对方的误解跟不悦、不开心。其实每一个人的解读方式呢，跟理解能力呢是各不相同啊。过多的话有时会令人难以抓住重点啊，而模糊了焦点啊，引起不必要的疑问跟猜测。我们简单举个例子，父母碰到孩子功课不好，跟孩子说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不会，其实讲到这样就好，讲这句就好啊，千万后面不要再多加一句哎呀你实在笨啊，笨得跟脑震荡的猪一样啊，多这一句就很严重了啦。而如果常常骂孩子是脑震荡的猪啊，那你的孩子不变成脑震荡的猪才怪，因为孩子需要的是鼓励跟祝福，而不是这样子的诅咒啊。再举一个例子，在一个村子里面呢，有一位仁兄啊，他说话呢总是都很负面啊，常常爱说不吉利的话，用负面的话。有一天呢，这个村子里面呢，有一位很有名望的员外啊，要娶媳妇，准备邀请全村的村民呢来参加晚宴呐。但是对于要不要邀请这位仁兄啊，员外很困扰啊。要请他来嘛，怕他在喜宴上说出不吉利的话；那不请他嘛，怕人家说员外心量不够宽大，有分别心。那员外只好派人去跟这位仁兄啊约法三章啊，跟他说啊，晚宴中呢，请你大吃大喝就好，不要说话，做得到就邀请你，做不到就不邀请。那这位仁兄啊同意啊，好了，晚宴中我就不说话啊。晚宴当天呢，这位仁兄呢真的很配合，果然呢都没有说话。哇，晚宴结束了啊，这个员外呢终于放下心头大石啊。那员外就跟一对新人啊在门口啊一一送客嘛。那轮到这位仁兄要离开的时候呢，这位仁兄就跟员外讲：员外，今天晚上我可是什么话都没有说。员外就说：哎呀，非常谢谢你的配合啦其实对话到这里就已经很圆满了。哪知道这位仁兄呢再多加一句话。这位仁兄说啊，所以将来如果新郎新娘发生什么事情，那是跟我无关一句话说的不好，真的会让人气死掉啊！不能说话，一说话就破功啊！所以不要小看一句话。古话说啊，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啊！可见一句话呢，也是有影响大局的力量不可不慎啊！其实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啊，有时多讲一句会造成口角，那少讲一句呢会造成误会。所以夫妻之间也是不能有话直说啦，而是要直话圆说啦，甚至呢多说无益啊，少说为妙啊，这也是一门大学问啊。那少讲一句会造成遗憾呢，那是因为那句话是关键，是重点，但你没有说出来，这个可能会造成沟通不良或表达不完整啊。造成别人无法完全理解我们的要表达的意思尤其在重要的这个沟通场合里面呢，少说了一句话，而这句话可能会影响了大局
这样就会留下遗憾。举个例子，姐姐、姐夫跟小姨子3个人都在了一个场合里面呢。小姨子大声对着姐夫说：“姐夫，我怀孕了。”各位想想，这个姐姐听到会不会产生误解啊？那其实小姨子是要跟姐夫说：“姐夫，我怀孕了，请你不要抽烟。”意思是这样子的啊。但是“请你不要抽烟”这句话呢，没有及时说出来，没有把它接在一起啊，那当然误会就大了嘛，对不对？啊，再举个例子来讲了。志工的活动里面呢，大家都做得很卖力啊。感恩会上呢，你上台致辞说：“哎呀，这次活动很感恩啊，某一组的志工啊。”这样就会让其他组的志工听得很不舒服，因为你少讲了一句。这一句叫做：“其他每一组的志工也都做得很卖力，都是令人感恩。”啊，这句话补进去啊，多这句话就多得很圆满的啦。那少这句话就遗憾的啦。不久前呢，好像2个月前吧，这个台北不是举办这个金马奖的颁奖典礼嘛？有一出戏呢，连得5项大奖啊。那个导演呢3度上台致辞啊，虽然他有说了感谢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但是他都没有提到感谢所有的演员。结果呢，被其中一位演员呢发文呢炮轰这个导演呢，造成导演跟这个演员之间的嫌隙啊。这个就是少说一句造成的误解跟遗憾啊。在人跟人相处的过程中啊，有很多话是因为没有用心讲，造成失人或失言呐。孔子讲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那君子不失人，也不失言啊。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啊，意思是说，你可以提醒他、教育他，你却没有把握机会，提起勇气跟他讲，去当他的善知识，这样就让这个人呢失去成长的机会了。这个意思叫做失人啊，不是失去这个人啊，让这个人失去成长的机会了。那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啊，这个意思是说，这个人你不可以跟他这样子讲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时间点呢，也不适合你跟他这样子讲。结果你却讲了，而让他听得很不舒服，甚至受伤了，这就是失言了。你明明知道他是玻璃心，讲话就很小心啊，对啊。那人生要学习的，不逞口舌之能呐。更不要在语言上呢针锋相对，尤其面对是非，更要学习是非以不辩为解脱之道啊。不辩这个辩论的辩啊，不辩就是不必辩驳啦啊，彼此辩得面红耳赤。即使你赢了战争，也是失去和平呐啊！不管是对外人或对自己家人呢，都要这样，这样才是有口德的人呐。其实有时候呢，是无声胜有声呐，叫做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呐。这句话以前我们读书会有分享过啊。那意思就是说，水不会讲自己有多深呐，让人们自己去猜测，去测量它的深度。那有本事的人呢，他不用去讲自己多厉害，他也不用讲自己做多少事情或捐多少钱。能够做到这样，就三轮体空，就是三轮体空的境界了。心智越成熟的人呢，越懂得沉默了。有一句俗语是这样子说：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意思就是说，天地从来都不会说大话啦，也不用去表达自己有多厉害啦。但众生也都能明白，天地是孕育了世间所有的一切啊，就像那些厉害的人一样啦，他们不会因为自己很有才华而刻意去炫耀。水流也是一样啊，他不用讲话就能默默的流向远方啊。
所谓钻石埋得再深还是钻石，灰尘飞得再高还是灰尘呢，也是这样的道理啦。那刚刚这个天不言，地不言，人不言，水不言啊，这个不言呢，不是叫你都不要说话的意思哦，不是哦，而是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话好不如话巧。说跟不说呢，这个分寸取舍的很好啦。那任何志工要向正言上人报告事情的时候啊，只要嘴巴讲了一句说“我听说”，那上人就会立刻说：“听说的就不要说。”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误会呢，常常都是因为听说的而引起的，道听途说，再经过加油添醋啊，导致呢传言失真。其实这个在我们生活中是常常发生的事情了啊，大家应该都有这个经验的。所谓花3年学说话，花一生学闭嘴啊，讲话不多一句，也不少一句，这个也是要不断的渐进学习哦。秦朝末年啊，这个宦官啊叫做赵高啊，他为了测试跟操控朝廷里的官员呢，就牵了一只鹿到朝廷上啊，对着群臣说：“这是一匹马。”那当时有些官员为了迎合赵高呢，就随着赵高说：“啊，这是一匹马。”有另一些官员就坚持说这个是鹿，不是马。但是这些坚持真相的官员呢，最后都被赵高打击跟迫害啊。这个就是指鹿为马这句成语的历史典故啦。我们常常讲嘛，你指鹿为马，对不对的意思嘛？这是因为透过权力的操控跟人云亦云的无知啊，而导致传言失真，跟真相被扭曲的啦。现在最猖獗的认知作战就是这样啊，透过传播假讯息、假新闻，甚至制造谣言，再透过所掌控的传播去宣扬，去影响人们对事情的看法跟理解。那这个在选举期间更是明显嘛，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嘛，通过社交媒体大量的散布虚假的讯息，目的就是要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再来就影响选举的结果嘛。那这种影响的层面，比起我们今晚主题讲的多一句造成误解，少一句造成遗憾，是严重几百倍啊，有过之无不及啊！那我们常常不经意的就讲出说，我听说我听说我们也听了很多我听说而被误导而不自知啊。所以以后我们如果听到别人对我们讲说我听说，那我们就要当他的善知识那既然你听说的，那就不要说对如果不得不听他讲你一定要听，那就好，那就听听就好，不要信以为真，因为这个是听说的啦。以前我们也讲过嘛，闲聊也是一种娱乐啊，一种打发时间的方法除非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对每一句话呢都很用心、很专注、很清楚明白。闲聊应该大家都不会这样子的，有什么就聊什么了嘛，对那如果掌控不好的，最好还是保持沉默。我个人是很不喜欢闲聊的人尤其聊天时间一长难免会如孔子所讲的“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难以哉”每天讲那些543的，没有什么营养的。因为聊天都是在轻松的情况下进行的很容易因轻松而轻浮因放松而放纵。等聊天完了才想起说，哎呦，刚刚实在不应该讲那句话，担心对方一传出去造成误解或是刚刚聊天时，因为都是不设防的有话直说嘛，感觉言多必失很担心某一句话不圆融而造成误解跟遗憾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中容易发生的事情造成说话漏嘴而防不胜防对不对？举个例子来讲，大家更清楚。
最近有海外一个慈济分会的干部了那透过简讯来问我有关当地正要举办大型活动的相关的事情，他有疑问问我，那他问我 A 嘛，那我自然是回答他 A 的答案嘛，哪知他拿我 A 的答案去反驳当地分会 B 的事情并告诉大家，我跟他的立场是一致的，是一样的，也就是我跟他都是质疑分会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哇，这个就是问题就大了这个就是一般人所讲的什么借刀杀人好在这个分会的干部团队呢，对我的行事风格跟决策思维有相当的了解，不是3年5年是20-30年就建立起来的嘛，因此没有造成误解跟风波。如果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而是一般的志工身上的话呢，那这样子的离间很可能造成志工之间的互相猜忌跟误会而影响整个团体的和谐氛围那这种事情的发生，不是多讲一句或少讲一句的问题，而是断章取义、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的颠倒错字其实本来就没有事的，是一个人自惹尘埃而导致变成兴风作浪所以人群中真的是好修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其实用心对别人说一句好话，就好像在祝福人家一样自己也因此而自我加持嘛，因为自己讲的好话离自己的耳朵最近嘛，不是吗？这个就是用智慧来说好话啦，不但鼓励别人呢，也激励自己一句话没有用心讲或心直口快，这明明是一句好话，但因为脾气不好或口气不好，把好好的一句话呢说坏掉，这样就很可惜了。好，那照你这样子讲，安全起见，那最好都不要讲话这样也是行不通，也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嘴巴，不可能不讲话然而人人会说话，但不一定人人都会讲正语有正念的人才有可能讲出正语要讲雅言正语也是要透过学习上帝造人虽然给我们2只手、2条腿、2只眼睛、2个耳朵，但却给我们1张嘴巴跟1个心为什么？因为人的嘴巴很毒，如果给我们2个嘴巴，很可能早就把自己毒死了那给我们1个心什么意思就要我们一心一志专心一致一门深入不要3心2意所以才说讲话人人都会啦，但是要讲正语，这个不是每个人做得到，这个要学习清朝的曾国藩，各位应该都知道这号人物他是清朝末代的一个清官很好的官但是他的个性就是爱仗义直言有话直说，直言直语那因此呢，他树敌很多虽然是好官可是没跟人家结好缘，让他尝尽了很多的辛酸吃了很多的苦头好官呢也做得很辛苦主要原因就是那张嘴巴的问题。后来曾国藩呢，他会懂得自我反省他自我检讨，为什么我一个这么好的官，这么努力为国家在做事，但是大家却对我没有好感呢？他检讨自己，后来他终于醒悟了，他发现自己讲话太多而造成言多必失，所以无意之间的得罪了很多人从此他开始学习戒多言提醒自己多说无益，少说为妙开弓没有回头箭所以讲话要话到嘴边留3分甚至不该讲的时候连1分也不留而宁可保持沉默。尤其关怀癌症病人或者关怀有自杀倾向的这个人你即使不说话，只是耐心倾听跟用心陪伴，这个就是最好的辅导了
不用讲太多话，话多反而误事啊。古话说啊，话出如箭啊，一入人耳，有力难拔。所以永远不要去评价你的朋友。我们对朋友的评论呢，终有一天都会透过各种途径呢，传到当事人的耳朵里面呢。即使你说的是没错哦，也会卷入乌烟瘴气的人我是非当中啊。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的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啦。尤其我们口中带刺的那种话语啊，是重伤别人，反噬自己的利剑哦。这个世上呢，没有什么秘密，管住嘴巴才是王道。病从口入啊，百病从口入啊，百祸从口出啊。莽撞直言的人呢，常常会让自己自食恶果。有一家英文培训机构啊，他聘用一位小姐，请她来负责招生的事情。那这位小姐做得很卖力啊，为公司招来了很多学生啊，也因此呢备受老板的器重。然而这个小姐呢，为了更上一层楼呢，她有一个习气，她常常在几位老师上完课之后呢，当着同事面前呢评论某某老师的教学水准。那可想而知呢，大家听了他对别人妄自评论的这种语言呢，当然是观感不好嘛。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不喜欢听到别人一直在批评另外的人啊，对，甚至同事们也纷纷的冷落他，最后他待不下去了，只好辞职走人了。其实人群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有人喜欢对人对事呢妄加评论啊，眼睛只盯着别人的短处，没有耐心深入了解，就急着做出评论啊，这样子的人呢，不只容易得罪人，也容易暴露自己的短处跟狭隘。在社会上啊，经历的越多，越能了解世界的复杂，所以不要急着表达自己的意见，反复很容易先入为主，跟心存定见嘛，这样很容易以偏概全而误判形势啊。也很容易骤下结论而有所偏颇啦，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经验啦哦。那我们要学习呢，成大事者善于冷静观察，他不会操之过急啊。沉不住气的人才会急于表达意见啊，所以才说要想着说，不要抢着说嘛，不要抢话嘛，也不要指手画脚。因为呢，沉不住气而前功尽弃啊，这种例子在我们的人群中也是屡见不鲜哦。这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如果我们跟猪同时掉入泥潭里面呢，我们能够做的是赶快上岸，而不是在泥潭里面呢跟猪打架。同样的道理啊，人群中工作，我们很可能会遇到不可理喻的人呐，不讲理的人呐，或者义愤填膺的事情呢？如果我们只会一味的对别人品头论足，或斤斤计较，最后一身狼狈的是我们自己。尤其现在是佛经所说的末法时期啊，知见不正的论调跟奇奇怪怪的噪音很多，我们更要学习什么该听，什么不该听，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该说。什么时候要闭嘴，什么时候要聆听，这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功课啦。有一本书名叫做《闭嘴的艺术》，作者是美国一位记者啊，名字叫做丹莱昂斯啊。他同时也是一位小说家跟编剧，他也曾经帮富比士杂志跟那个《纽约时报》呢等等著名的刊物呢撰写文章啊。也发表过很多关于科技产业的深度报道。那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超爱说话的人呐。可是渐渐的他发现太爱说话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这个坏习惯对他的身心带来不好的影响。因为他爱说话而言多必失，说错话，被踢出一家新创公司，而让他损失了$800万元的那个股票的选择权
因此呢，他在这本书里面写说他要传达给大家一个观念在这个越来越喧嚣的世界里面呢，学会闭嘴也是一门生活的艺术尤其在这个社群媒体时代人们都渴望寻找一个可以真正聆听跟反思的空间了解何时要闭嘴，何时要说话，该闭嘴的时候能够闭嘴，此时无声胜有声该说话的时候能够说得恰到好处，不多一句也不少一句多一句太多，少一句就太少。这本书是强调什么？少说一点话，人生更美好不过他并没有说不要说话这本书分别探讨了在哪些场景该闭嘴像是在网络上职场上家庭上以及人际关系上，甚至是爱情关系上，什么时候该讲，什么时候不该讲那这本书我重点的阅读了一下那作者并不是要我们一个字都不说的那种沉默，不是这样子或都不说话不是这样子，而是要我们少讲一些不必要讲的话，把精神放在那些有需要深度对谈的对话里面。透过这种少说多听的心态调整呢，我们可以提升自己的同理心跟创造力找到属于自己的内心平静有一次有一位很出名的画家送了一幅国画来给正言上人看那很多随侍的人都围在上人身边一起看嘛。那原本现场气氛很安静的，那突然间有一个委员出声说：“哇，这幅画画得好漂亮哦！”这句话出来很突兀上人当场就应机说教，就看着他说：“哪边画得漂亮？你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位委员当场十分尴尬这个就是不该你讲话的时候多一句就很多的啦。讲话的时候如果要避免多一句太多，少一句太少，可以参考下面几点建议第一个，了解听众的需求，要考虑到听者的背景、需求跟期望，这样可以帮助我们选择适合的话题跟深度啦。第一个，第二个，讲话简单明了就好。讲话简单明了，尽量用简单易懂的语言来表达想法，避免佛言佛语跟复杂的句子啦。第三，专注于重点，要抓住要讲的重点，不要模糊焦点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啦，偏离主题啦。那确保每一句话都是用心在讲。第四，适时停顿，让听者有一些时间消化我们讲的话的内容千万别好像机关枪一样喋喋不休没有停的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人在介绍成果干什么，也是一样，机关枪没有停的。我让他想一想，讲一段停一下，不要一直没有停的第五，观察听者反应，要观察听者反应，根据听者的表情跟反应来调整我们说话的内容跟方式。第六，准备跟练习分享或报告当然就需要做事前准备嘛，才不会失言也才不会言之无物那聊天就不一样了，聊天都是随性随举发言的不必准备所以第七，保持互动，不要都是你一个人在讲让别人也有发言的机会，我们才能从中掌握节奏跟内容第八，适应情境要看讲话的现场氛围跟情境现场如果是轻松活泼的氛围我们讲话就不能正经八百了，一脸严肃否则会破坏气氛这个叫做不接地气嘛，对不对？那这8个重点其实简单说就是要掌握人缘、词缘、地缘，也就是说说话也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啦，说起话来才会皆大欢喜，一切圆满嘛。
那有临场反应跟说话机制的人很多，叫做辩才无碍嘛，对不对？这种精通法要的修行者很多，然而要达到大圆尽智这种境界呢，这个叫佛的境界才做得到。正言上人就是大圆尽智的境界啊，还有一些高僧大德也是的因为他们的心保持清净如明镜心才会像是一面明亮的大镜子，这就是心镜，镜子的镜这面心镜可以照见所有的人事物而且巨细靡遗无所不照，一切了了分明。在这个心镜面前，我们是无所遁形的因为大圆镜这个镜子很大很圆满，没有一样东西不照在里面的也没有什么照不到的地方，无所不知照而不照这种妙智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什么都透彻，一切了然于心这个不是一般人做得到这个道理叫做大圆尽智。那尤其反映在开口动舌的时候呢，更是多一句太多，少一句太少，分寸掌握的恰到好处，而不增不减。这个也叫做大圆尽智这个不只是在正言上人开示的时候是如此，正言上人在任何场合或者跟志工们在交流互动的时候也是一样的这种大圆尽智呢，我们只能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好，我们今晚读书会多一句造成误解，少一句造成遗憾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